上回说到，草帽一伙为了去往传说之地空岛，来到了加亚岛，在这里碰到了黑胡子一伙。镇上以疯狗贝拉米海盗团为首的地痞们听说草帽团要去空岛，不仅大声羞辱，还狠狠地揍了索隆和路飞一顿。黑胡子说出了那句贯穿整部海贼王的名言：罗宾的蘑菇镇得到情报，加亚岛有一个不受当地人们待见的怪老头，名为库里凯。这个家伙一定知道关于空岛的事情。草帽团搞定了兰罗戈巴大猩猩海贼团，一路绕着加亚岛向东而行，来到地图上标记 X 的地方。一到这个地方，大家吓了一跳，这不是宫殿吗？这个库里凯也太有钱了！离近了一看，惊掉了人的下巴。这不过是立着宫殿木板的普通破烂住宅而已，说什么梦想家，居然是个爱充门面的家伙。罗宾告诉大家，这个库里凯说过加亚岛埋着一大堆的黄金，大概是因为说这类话被加亚岛的居民给驱逐出境了。一听有黄金，娜美来了兴致，指挥小巴开始刨地，路飞直接拉开房门走了进去，屋内空无一人。娜美在房子前的木桩上找到了一本图画书，书的名字叫做《大骗子罗兰度》，发行地是北海，刚好山治就是北海人。这本图画书山治多少有些了解，罗兰度在北海是很有名的故事，虽然是童话，但主角罗兰度是真实存在的。在距离现在大约400多年前，在北海的某个国家，有一个叫做蒙布朗罗兰度的男人。罗兰度是一个探险家，每次都把自己的冒险故事说得既惊险又夸张，但是村里的人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。有一次，罗兰度旅行回来之后，立即进宫向国王报告一件事。他说：“我在伟大航路的某个岛上看到了堆积如山的黄金。”英勇的国王为了确定到底是真是假，立刻率领2000名士兵朝向伟大航路出航了。中途克服了暴风雨，又和各种怪兽搏斗，最后到达那座黄金岛的只有国王和罗兰度，士兵仅剩下了100名。可是国王看到的却是一片一无所有的丛林。罗兰度最终以欺君之罪被判处死刑。他临终前的遗言是这么说的：“我知道了，那堆积如山的黄金是沉到海里去了。”国王早就不相信他了，再也没有人相信罗兰度的话。罗兰度直到临终前都还在编故事，想要欺瞒世人，世人就叫他大骗子罗兰度。在北海，没人不知道这故事，人们经常说谎的人会像罗兰度一样被处死。路飞他们要见到这个库里凯，大概就是罗兰度的后代了。库里凯的名声在加亚岛很臭，人们都说这个家伙继续罗兰度编造谎言欺骗世人，为的是给自己的祖先洗刷臭名，结果越洗越臭。娜美合上图画书，意味深长地看着乌索普，果然骗子的下场就是死，成为不了海上战士的。乌索普慌的一批，你影射谁呢？直接报我身份证得了。岸边的海水里突然冒出一串气泡，路飞好奇地蹲在一边看。突然从海里跳出来一个肌肉猛男，把路飞拉进了水里，随即摆出战斗姿态，警惕地喊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闯入我的家里！这一带海域可都是我的地盘！”山治见路飞被袭击，立即冲上前来战斗。肌肉猛男予以还击，掏出一把手枪来放冷箭。山治很灵活地躲开子弹，索隆冲过来准备拔刀。肌肉猛男库里凯突然倒在地上，痛苦哀嚎，浓浓的碰瓷嫌疑。大家把库里凯拖进屋里，小巴检查后得出一个结论：大叔是得了潜水病，这是一种慢性疾病，潜水有时候会得上这种病。这个大叔一定是每天都潜下海才患上了这样的疾病。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拼命，但依状况不同，潜水病可能致命。因为听到了枪声，两个大猩猩狂奔进屋，看到路飞等人惊呼：“你们怎么在这里？”看来他们和库里凯是很好的兄弟，一口一个老大。你们对我们的老大做了什么事儿？路飞面无表情的回答：“我们正在照顾生病的大叔，滚一边去！”乌索普大吼：“他们能听你的话就怪了，他们是野生动物啊！”没想到两个猩猩人很好说话，泪流满面的感慨：“你们真是好人啊！”前几集与草帽团和打打杀杀的猩猩人与路飞相谈甚欢，还大夸路飞身手高强，了不起的很。在乔巴的细心照顾下，库里凯很快醒了过来，没了刚刚的敌意，吸了一口烟后低声说道：“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我还以为你们也是妄想找到黄金的笨蛋。”娜美一听，赶忙凑过来：“真的有黄金？”路飞问道：“大叔，我们要去空岛，你告诉我们怎么去吧。”库里凯仰天大笑：“你们真的相信有空岛吗？”娜美一见又被嘲笑了，气得想打人。路飞认真地问：“没有空岛吗？”库里凯低声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有一个人相信空岛的存在，只是那个人变成传说中举世闻名的大骗子，后代子孙也永远抬不起头。来自北海的人应该都听过这个童话故事《大骗子罗兰度》。”库里凯看着窗外，一脸不屑：“那个罗兰度跟我远的，可能我身上都没有那家伙的血。当时蒙布朗家族被驱逐，过着抬不起头的生活，至今仍不断被人唾骂。可是我们家族却没人痛恨他，因为罗兰度比谁都要诚实。”大家惊了，难道罗兰度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的？库里凯告诉大家，图画书里罗兰度临终前说了一句话，说那些黄金沉到海里去了。图画把罗兰度画的傻里傻气的，
但事实上他是流泪含恨而终的，因为他至死相信他在光区的那座加亚岛就是自己之前看到的黄金岛，他无法说服自己那是幻想。罗兰度主张是因为地壳变动才造成黄金沉入海底，可是任谁听了都觉得他在狡辩。最后在群众的嘲笑声中，罗兰度被斩首示众，并且留下了大骗子的污名。乌索普惊道：“大叔，你一定是为了洗清蒙博朗家族的污名，才立志要找出海底黄金的吧？”没想到这一句话惹恼了库里凯，他抬手就这一枪打穿了乌索普头顶的墙壁，生气地说道：“不管我的祖先本来是多么老实正直的人，不管他是多么伟大的探险家，都跟我毫无关系。只因为和那个笨蛋有点血缘关系，就要被陌生人骂得狗血淋头。你们能了解吗？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的。在这400年间，为了平反蒙博朗家族的臭名，出海寻找证据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可是最后全都下落不明。库里凯一直因为自己的家族而感到耻辱，于是他离开家族，出去当上了海贼。其实库里凯本意并不是想做海贼，只是为了逃脱罗兰度的诅咒而已。不知不觉中，库里凯成为了一支海贼团的船长，如愿进入伟大航路，开始了每天的冒险。没想到10年前，库里凯率领的海贼团却因为某些原因来到了这座岛。蒙博朗家族中最恨罗兰度的就是库里凯大叔，但没想到却只有他到达了这座加亚岛。岛上跟图画书描述的一样，没有半点证据能证明黄金箱存在过。库里凯相信这就是命运让他留下来找出真相。于是他放弃了做海贼，与船员告别后，孤独地生活在岛上，每一天潜入海底寻找黄金。他不是为了洗清罗兰度的臭名，而是为了和这个搅乱自己一生的男人做个了断，在自己死之前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。路飞问道：“那么那2个猩猩人呢？他们为什么跟着你混了？”乌索普深受感动：“笨蛋，这一定是男人的海底探险用拳头叙述的热血故事。”库里凯平静地说：“他们只不过是图画书的书迷，大概5、6年前，他们听说了我的故事，跑过来死皮赖脸的当我的小弟，因为他们认为这里绝对有罗兰度的黄金。这一带的海水很深，在黑暗冰冷的海水中潜游，更让人觉得孤独。我日复一日一个人在冰冷的海水里潜游，直到有一天，他们俩执意的闯入我的生活，死皮赖脸的当我的手下，每天在我面前闹。坦白的说，是他们拯救了我。”乌索普感动至极，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最坚强的支柱。路飞直言：“我想要的不是关于人员的故事，快告诉我，大叔，空岛怎么去呀？”库里凯笑了：“能替空岛背书的只有那个大骗子罗兰度，一旦和他扯上关系，你们和我一样都会沦为笑柄的。”库里凯拿出一本航海日志，翻到某一页递给娜美，这是400年前罗兰度的真迹，是罗兰度亲笔记录的。娜美激动地接过航海日志，念道：“海原历1120年6月21日，天气晴，朝繁华的维拉镇出航。按照指针的记录，船从港口出发后，笔直地朝东北东前进。今天白天，向路过的叫卖船买了一样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是一个叫做威霸，外形很像滑板的单人小船，在无风的日子也能乘风破浪，真是一艘很奇妙的小船。只是我还摸不透控制的诀窍，始终无法得心应手。现在它已经成为船员解闷的交通工具。不过它的动力来源好像是空岛才会有的。听说天上有很多像这样稀奇古怪的东西。既然提到空岛，就不得不提我的探险家朋友们给我看过的活蹦乱跳的空鱼，那真是很奇妙的鱼，让我好惊讶。虽然那里对我们的船来说是一个未知的领域，但是作为一个水手，真的很希望哪一天也能去空岛开开眼界。”娜美念完了，路飞等人惊喜地张开嘴巴。航海日志中提到了空岛以及威霸、空鱼这种海洋上没有的东西，而且从航海日志中来看，那个时代的人对谈论空岛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如果罗兰度没有编造这篇航海日志，那说明空岛真的存在。库里凯的反应也证实了航海日志的真实性。他走到正在互殴的2个猩猩人面前，说道：“我问你们，你们喜欢那些家伙吗？”2个猩猩人停止互殴。为什么这么问？库里凯说：“他们无论如何都想去空岛。”猩猩人一愣，要去空岛？去那里的话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他们如果自己去的话，必死无疑。库里凯说道：“所以我问问你们，愿不愿意帮他们一把？”